要工作是帮你传达你宠物要跟你讲的东西。如果有缘的话，叫它回来再找我。在楼下流浪的猫都渴望有一个家。Gracie 好像是我们的女儿吧，绝对是家庭里很重要的一份子。Gracie， smile。Gracie 对着镜头信心满满。它是一只明星狗，这只黄金贵宾犬，在社交媒体的追踪者超过1万人。说真的是无心的成果，我的目的只是想把它成长过程一些点点滴滴啊，开心的时光拍下来，做个纪念嘛。我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它。Gracie 就好像是我们的女儿吧，绝对是家庭里很重要的一份子。对人来说 ，Gracie 也许只是一只狗，不过对 Gracie 来说，我们就是她唯一的家庭了。Gracie look here， Gracie look here。所以我们一定会在她短暂的生命里，好好的爱护她，照顾她。Gracie 的主人林美是一名客户经理。6年前，当 Gracie 来到她家中，她就一心要为 Gracie 寻找她的家族成员。2015年，林美成立了新加坡黄金贵宾犬俱乐部。现在我们有接近200个会员，从这200只里面呢，我们已经有团聚大约80只兄弟姐妹了，包括 Gracie 自己的2个姐妹。所以大家都很开心啊，这一点。Gracie 在网红之前1岁半的时候就已经是therapy dog 了。一个朋友他觉得 Gracie 的性格蛮温驯，也许挺适合做 therapy dog， 他就叫我们去试试，考试及格就成为一个组织最年轻的 therapy dog。Gracie 去过精神病院，还有红十字学会，还有一些老人院啊。Gracie 的任务是陪他们玩，有些喜欢带他去走走，有些喜欢触摸、抱抱狗狗。他可以以他自己的方式去帮助这些需要爱和更需要关怀的人也算是他回归社会的一种方式吧。Gracie 当治疗犬，给有需要的人类带来精神和心灵上的慰藉。从古至今，狗儿就一直在为人类服务。社会上不乏警犬、导盲犬、缉毒犬等等，反之，人类又为它们做了些什么呢？有些宠物得到主人百般疼爱，有些却被忽略，四处流浪。所幸的是，还是有好心人竭力为动物服务，无怨无悔。每天晚上10点，陈小姐总会出现在祖屋楼下。她说，每座祖屋楼下都会躲藏着街猫，这些街猫互不侵犯彼此的地盘。为了喂食它们，陈小姐走遍一座又一座的祖屋。大概是晚上的时候，他们才会出现啊，因为白天太多人，因为有些他们怕陌生人嘛。通常他们都是认我的拖鞋声，所以他们一听到拖鞋声，自己会出现的。不用紧，安迪在这边，过来。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换了拖鞋。声音不一样，有一只很胆小的猫哦，它听那个拖鞋声不对嘛，
它就不敢靠近我。Good girl， continue eating。是。你看它了，你就会打架了，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乖。陈小姐每晚出外喂猫，引起居民蔡立辉的好奇。每天晚上他都在这边喂猫，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你心那么好，风雨不改的每天来喂这些猫，他就讲他是真的是爱猫的。如果新加坡有多一点这种人，真的是很好了，就很少那种虐待动物的人啊，这些也要多有爱心的人。大你哈打架。对街猫关爱有加，陈小姐于是乐得把喂食它们当成是自己每晚的任务，即使刮风下雨，从不缺席。她早在2011年就这般的为猫儿服务了。我10多年前开始喂饲那些流浪猫，在旧的主屋区那里饲养者呢，他们都比较年长了，那时候还年轻，那就帮忙他们喂。他们也没有办法带那些猫去结扎，所以我们就帮忙他们。原本以为只要每天把它们喂饱，带它们去结扎，就算尽心尽力了。其实不然，有一起痛心的事件，让他有了更大的使命感。有一次，我和我的老公不幸的看到一只小幼猫在我们的面前被车碾过，那它就当场过世了啦。当时就看到了就很心酸，因为毕竟还是一条生命嘛，那滋味肯定是不好受啦。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我们可不可以更进一步的帮这些流浪猫找好的家，然后不用流浪在街头。为了让街猫有安身之所，陈小姐开始和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紧密合作。一旦接到街猫，便带它们去给兽医检查，然后就尽快把它们的照片上载到社交媒体，带人领养。通常那些比较健康的，或者是说不需要真的很多照顾的话呢，我是会放在那种还钱的寄托所。我是顺美狗猫寄宿所的老板，陈小姐会把她的猫寄宿在我们这里，直到她找到有人领养她的这些猫。为什么会认识她？是因为她救了一批94 Siameses 的这个案件，她就联络了我们，说她需要5间大间的房来放这批猫。但是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跟我说50多只，那50多只一间房的话，就大概放10多只吧。后来他们去到那个屋子的时候，转了一下，真的是要晕掉，有94只。生命很短暂，能救一只就一只了。还有一些那个猫是真的很可怜的，就是在那个屋顶。然后有很多蚂蚁在那个猫的身上在咬它啊。有时候有些猫它们天生怕人，因为它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人类。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先把它们搞好，要不然的话领养者也困难啊。那些比较严重的，没有人领养，或者需要说比较细心的看护的，那就自己来咯，没办法。小啊，它是从那种非法繁殖场救出来的，我们救出来是21只，20只都找到家，只有它还在我这里，因为它本身有很多生理上的缺陷呐，它不能自己喂食，兽医讲了很多方法，那结果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人类的那种喂食管呐。那它身上就是会永远得带住这个了。慢慢喝哦。Good girl。Andisco 啊。为小小动手术的就是兽医李胜。就是野猫看很多兽医，他们说
不可以 save 它了，因为这情况太严重，可能要让它走。但是陈小姐不肯，她觉得给她一个机会。我真的很佩服她啦，因为其实对我来说，你要照顾家庭，然后又要工作，然后半夜还要去喂他楼下的那些猫，加上还要去救这些猫，花时间去省略那些要领养的那些家庭，哇，真的是我觉得她真的好像一个超级无敌的那种 super woman。乖，来，妈妈。你来，乖一点点，走一点点，来。哎，不可以这样。很多只猫都有在我们家过世。好了。唉，对了，得到爱也失去爱哦。但至少都怎么样还是爱啦。最快乐的事情是当那些猫忘了我们，它在新的家里头快乐健康的成长啊，发福啊。或者有些呢，他们是已经痊愈了，然后过后我们找到领养者的时候呢，那你看到那只猫，它在领养者那里，慢慢的越来越强壮的时候，那个满足感是从那里来的，因为这就代表说他们已经忘了他们的过去。陈小姐希望每一只街猫都能摆脱逆境，找到安逸，所以拯救它们多费心也值得。其实，人要为动物效劳的方式很多，就如这条围巾，除了有实用价值，也点明宠物的身份。对狗来说，bandana是它的一种 identity 吧。通常上面会有写着它的名字啊，那些不同款式、不同造型吧。那些需要找领养者的猫呢，我就会让他们戴这样子的bandana。我们在刷那个 social media 的时候，照片先吸引你的注意力。我喜欢 Capri 设计的那个bandana，是因为它是量身定做的嘛。陈小姐口中的 Capri 是蛇心仪，因为朋友赠送一台缝纫机，心仪投入设计和缝制宠物围巾的生意。心仪自己也有一只宠物狗，最初她只为自己的宠物缝制，现在也接受订单，为其他宠物主人量身定做合意的宠物围巾。每一件围巾都是独特的。狗主希望陌生人可以了解他们狗的性格，比如说他们会要求我车很像我很胆小，或者是我对鸡肉过敏。陌生人看到他们的狗，他们就可以一目了然。最特别的是有一个养小鸟的主人，他私讯我问我可不可以为他的鸟制作一条围巾。这是我第一次给小鸟制作这个围巾，我们也不大确定是什么尺寸，所以主人就叫我大概以手掌大小来缝纫，然后其实它也蛮适合的。因为缝制宠物围巾，让心仪认识了不少宠物主人。美丽和明仪都是她的老顾客。我目前有12条。围巾是很好看、很可爱，但也是以防万一它跑掉了，外人也可以帮我找它一下，就是远远的看得到很美的围巾，就说这个狗狗是有主人的，请打个电话回来，就这样子。美丽曾经养过一只名叫 Zorro 的狗，她向心仪定制了一条要送给 Zorro 的围巾。遗憾的是，围巾还未送出 ，Zorro 就已经离世。真的很伤心哦，真的很心痛。因为我从此那时候我就打算我不要再收养狗了，因为宠物一定比我们先离开这个世界，那个心痛真的是我不想再经验了。宠物病重，主人难过无奈；宠物即将离世，有些主人更是悲痛伤心。
此时此刻，就是宠物沟通师出手相助，为宠物和主人排忧效劳的时候了。他是王国民，是一位宠物沟通师。今天，他受寻源之家负责人连文娟的委托，寻找一只名叫公主的失踪犬。它不见了，我们就非常紧张。我们的团体就开始想要怎么去找。我们一向来都很相信那个宠物沟通，就想到国民啊。身为宠物沟通师，寻找失踪宠物的任务对王国民来说并不陌生。另外，他还有许多方面可以为宠物和主人效劳。33岁的王国民是在8年前开始宠物沟通师的事业生涯。我之前的一只宠物过世了，它会去哪里？有一个很好奇的心态去find， 然后就去上我的老师的课，这样去跟宠物有所谓的一个连接，然后跟他们沟通。王国民曾造访马来西亚的宠物收容所，了解各种动物的特性，觉得说这个东西很有意义，那我想帮助别人。认真钻研和动物沟通的技巧后，毅然离开原来的教育行业，踏入和宠物沟通的专业领域。我们刚刚看照片就可以有所有一个连接，有一个沟通。好消息，我已经跟你的宠物沟通好了，然后是心灵上的沟通，所以可能有点像脑电波。这次的分别是我们连接的宠物，那么那个心声就是来自他们的。主人没有问题，可是我们是不来找你来，所以他们通常来找你的时候，就是宠物发生了一些变化，突然间不开心，不吃东西，开始咬人，开始一直不断的吠。他们真的是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就会考虑请一名沟通师来跟他们的宠物沟通。根据国民解说，他和失踪的公主互相感应，沟通了好一段时间。公主终于2个月之后，在巴西班让一带出现，回到主人的怀抱。寻找不见的宠物，其实是跟普通的宠物沟通没什么两样。我们就会问他们：你现在在哪里？你周围你看到什么？你有危险吗？你会饿吗？你有受伤吗？我们就把这些问题去问一问宠物，有一个回复啦。动物沟通，他们其实可以知道这个狗还是不是活着，因为有些狗它真的是困在一个笼沟，没有办法出来，也可能会饿死。然后动物沟通，他们可以就是感受到他们的感觉。每天都有宠物在走失啦，可能是狗狗，可能是猫猫，所以鸟也有。我们最近也是有找到一只鸟，所以通常一年内我们可能会找差不多10到12个宠物啦。You want the dog or the cat to 感觉到舒服，现在是可以宠。累积了多年的经验，国民想把宠物沟通的技巧传授给更多人，于是他每年都会开2堂课。我开课的目的是希望说可以有更多的宠物沟通师在新加坡来服务这些宠物。其实有很多宠物需要我们来跟他们沟通。有些宠物会比较害羞。宠物沟通师的这个行业其实非常非常的缺人。发现到他有这个 healing class， 我就决定来学啦。最主要想学 healing 是因为我另外一只兔子它病了，然后我想来能够做一些什么能够帮助它减轻它的痛苦啊，或者是它有什么小病痛，我可以帮它让它舒服一点哦。我不会比较shy。我养的这只猫，它的名字叫做 Sushi， 它今年13岁。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它在想什么，它要跟我讲什么话，就好像你跟你家里人一样。宠物的寿命比人类短，
主人得有心理准备接受它的离世。国民经历过切身之痛，能体会这个过程，因此他希望为宠物和他们的主人提供另类疗愈法。可以让更多好好的珍惜每一天。我本身做的就是宠物走之前，我们因为要做 transition， 但是讲，因为他现在他眼睛看不到，我们会问他们他有什么未了的心愿，那还有什么话要跟主人说的吗？所以当我们把这些东西问好了过后，宠物就会安详的走。平时我都在家里，它整天就是这样子，只可以躺在家里。他们毕竟是狗狗，他们的要求也不会很复杂的，不会要你说去买栋房子的、买车子给他们这种，就是他们的要求真的就是很简单。他让我们知道他是孤单，因为他的眼睛也没有什么看得见的。对，就是希望有人陪他过完他的这段剩下的路，这样也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结。因为你不放下的话，他们走了之后，他们也不能很像安心的走。我也有通过国民和他说的，就是如果有缘的话，我还想他回来找我。因为自己的职业，国民体会到人类其实可以从动物身上得到包容和爱。宠物可以给你无条件的爱，你有喂它，你有爱它，你就是它的唯一，所以它就很专注的只爱你，只护着你。我做了这一行有8年了，我的人生价值观的确有很多的改变。人生太短了，真的需要会去珍惜每一刻，也让我觉得很 appreciate， 让我比较会去感恩这些宠物，那这样去服务他们更好了。